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午夜听鬼。今天的故事是发生在马来西亚槟城一栋老祖屋的故事哦。感谢咪咪君的投稿，故事是30多年前咪咪君的六姑跟咪咪君说的。接下来就用我的视角来代替咪咪君的六姑，把这个故事说给你们听吧。我在槟城的老家是一栋楼下用砖头砌成，楼上用木头建，半砖半木的2层楼政府老屋。打从我爸申请入住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了。由于当时大家都很穷，哥哥姐姐们成家后还是住在祖屋里，我们一堆人挤在小小的屋子，虽然贫苦但很热闹。只是在我爸寿终正寝后，全家人就少了一个向心力，变得没那么有凝聚力了。各自家庭也在有点经济能力之后，就陆陆续续的搬离了老家。现在那间祖屋就由我一家人居住。还记得那时候，我儿子差不多5岁大，我老公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每天放工回到家的时间都很晚，所以他跟孩子吃饭的时间总是错开的。之后等老公放工回来，我就会把食物给弄热，陪他一起吃晚餐。而我总是会经常遇到一件怪事，那就是饭锅的锅盖总是会无故的被打开，然后随意的放在饭锅旁边。而且这个情况只有在锅里还有饭的时候才会发生。一开始我以为是老公添饭的时候忘了把锅盖给盖上，就询问了他。没有啊，我每次都有好好的把盖子给盖上啊。奇怪，总不可能是弟弟半夜不睡觉，特地跑来打开锅盖恶作剧吧？对，就是这样，我们都以为是对方拿了饭后忘记把锅盖盖回去。之后又有一个晚上，我跟老公刚吃完晚餐，我在洗碗的时候，突然间又听到锅盖被掀起打开的声音。我转头一看，老公还在餐桌上看报纸，我儿子也还在睡觉，而那个锅盖已经被掀开放在了旁边。这下我不得不开始往灵异的方向联想了。虽然是有造成一些干扰，但也就仅此而已。由于并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，我也渐渐麻木，不去理会它。直到某天，我们一家人从商场购物回到家，我的儿子在经过客厅时，突然指着昏暗的楼梯说：“妈妈，刚刚有个姐姐，穿着黄色衣服的姐姐跑下楼去了耶！”哈，你不可以乱讲话吼，家里哪里有其他人啦？真的，我没有骗你，妈妈，刚刚真的有人。起初我以为他在乱讲话，但看他的神情认真，一直拉着我的衣角，坚持地说他看见了。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家里的问题影响到自己的小孩了，再也不能当作没事，必须要去处理了。于是我们通过熟人介绍，请了一位道士来家里看看。道士先是绕了屋外一圈，接着走进屋内也绕了一圈，然后他来到了客厅，取出一个香炉，里面放入了一点我们家饭锅煮的白饭，接着再插上一束香，点燃之后就闭眼念起了咒来。阿布利欧利欧利拉拉拉利欧。这时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，本来香炉周边散乱的烟气，在道士念完咒之后，竟突然变得笔直了，并且这缕烟开始呈线形，缓缓朝楼上飘去。我们就跟着烟飘的方向走上2楼，来到楼上的小客厅。小客厅的其中一面墙上挂满了祖先的遗照，而那缕烟竟直直地飘向了其中一张照片，久久不散。那张照片是我11岁大的外甥女，也是我大姐的女儿，她因为几年前得白血病过世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家里发生的怪事，难道是因为我的外甥女？这是你家的外甥女吗？你家的这些怪事的确是她引起的，可是她没有恶意，只是在屋里闲逛时被你儿子看见了，而且因为平时这家里没人祭拜她肚子饿了就把饭锅打开，想要吃饭。道士还说，因为我这个外甥女不认识路，找不到已经搬到柔佛居住的姐姐和姐夫，所以就一直留在了这间老屋。你们想要怎么处理呢？是要做法把她送走，还是另有安排？我听到后非常心疼，因为这位外甥女跟我的感情非常好，想到她生前已经被病痛折磨，
过时后还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徘徊，我就一阵鼻酸。在跟老公讨论之后，我们决定请求法师不要做法把外甥女赶走，毕竟她年纪轻轻就走了，我实在舍不得让她死后还得成为孤魂野鬼在外面飘荡，于是决定一切照旧。饭要吃就让她吃，饭锅打开也没关系，最重要是不要让她饿到。还有就是想拜托师父你一件事。之后我还是请道士做了场法事，希望能改善他的处境，让他能早日投胎，也提供了他父母亲在柔佛家的地址，希望道士能做法帮他找到家人。而我也在当晚联系了大姐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她。在做完法事后的那一晚，我梦见了自己站在家门前，而外甥女就穿着漂亮的黄色上衣，旁边牵着她的是我已经过世很久的姑姑，他们在屋外对着我挥手，好像是在跟我道别的样子。隔天一醒来，我就抱着我老公哭了很久。我想，或许是我的姑姑找到了他，要带他去投胎，或者去找我的大姐跟姐夫了吧。因为从那天之后，饭锅的锅盖就再也没有被无故打开过。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，之后还有一小段插曲，那就是又过了10年之后，我再生了2个女儿，而最小的女儿在3岁的时候常常会无故哭闹，而且特别害怕厨房和通往楼上的走廊，怎么也不肯上楼睡觉，让我很困扰。等到她稍微长大了一些，能清楚说话和表达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她常常看见一位穿着黄色衣服的姐姐，会经常坐在厨房的灶台旁看着她吃饭，但都是看了一会儿后便穿过天花板离开了。有时那位姐姐也会坐在楼梯口那高高的柜子上面，双脚悬空的在那边摆动，还会对着我小女儿眨眼扮鬼脸，故意逗她。但我女儿当时年纪还小，只觉得可怕，所以总是哭着躲开，都不敢正眼看过去。这下我才知道我外甥女原来还留在家里，可是这次我并没有特别处理，只是安慰小女儿说不要怕，那个是她的大表姐，不会害她的。她听了之后也是很无奈，只能假装没看见，就这样持续到她上了初中。直到某一天，她突然跟我说，她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穿黄色衣服的姐姐了。而现在过去了那么多年，那栋老屋还在，外甥女也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或许她已经投胎，又或许她看着当年的弟妹们都长大了，终于可以放下牵挂，安心的离开了吧。这栋老屋承载了我们家族最穷困却最热闹的时光，也温柔地包容了一个来不及长大的灵魂。希望下一世她能健康长大，不要再被病痛折磨了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啦。家里的厨房似乎也是幽灵常出没的地方耶，你们在自家厨房有没有遇过什么奇怪的事啊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星星分享哦。很感谢你们看到这边，喜欢的话一定要帮星星订阅点赞，或者加入会员小小的支持星星哦。我跟饭团就先谢谢你们啦。如果还看不过瘾，星星这里还有更精彩的故事，现在就点进去看吧。最后，各位加入灵性鬼探社的社员们，干部阿燕、雷克斯、Jean、Clay L、估计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哦。特别是荣誉社长陈伟志和 Nicolife 喵太，感谢你们啦。